谁家的新娘是打车过来的？这么寒酸。我重生了，重生在了婚礼前一天。上一世，我暗恋了8年的竹马顾怀风，让我穿着婚纱去和他结婚。怀风，你终于笑了。顾怀风，你又为了哄苏若婉开心耍我！你自己都知道是诱啊！上学时天天舔着脸跟在校草后面转，可惜呀，家里破产，现在你给婉婉当影子都不够格。怀风哥一句结婚，你恨不得长上翅膀飞过来。作为老同学，我这脸都被你丢干净了。你现在脑子里啊，都被顾怀风3个字给腌入味了吧？怀风，这样的执着，真让人害怕呢。不知廉耻，不知廉耻，不知廉耻，真不要脸！真不自爱，自炒的，太突然了，真是不要脸的呀！爸妈教的，欺辱吗？真是不要脸！阿娘真心，错付一生。顾怀风，我不会再爱你了。太突然了，谁家的呀？怎么教的？一个女孩子，哎呦，真丢人！真是不要脸！滚啊！这里不欢迎走你！吧，赶紧滚啊！没心眼。不知廉耻，真不要脸！太突然了，自炒的，真是不要脸！这爸妈谁家的呀？就是说呀，再睁开眼，我选择嫁给妈妈介绍的陌生人。我决定了，和你结婚。聪明。明天在酒店，不见不散。顾怀风，我来结婚了。可惜这一世，新郎不是你。就是猪都知道又是耍你的，怎么你还是不知道？怀风哥呀，还是心太软。都说了你配不上人家，怎么还死缠烂打呀？唉，早知道你敢这么穿，我就替你从巴黎订一件了。哼，什么廉价东西，丢我们的脸。谢谢啊，那你现在就定吧。沈之夜，长能耐了你。你以为我会卑微的解释这件婚纱并不廉价？顾怀风，你的剧本我早就翻烂了。苏若婉，
你怎么在这儿？还满意吗？一般般。能让你觉得一般般，已经是这件衣服的荣幸了。把它带下去。不用了，怀风，我自己换就好了，不麻烦他们了。是婉婉有洁癖，觉得衣服脏，我们才让身形差不多的你帮她试一下。你不会真的以为我要带你参加舞会吧？你家都破产了，赶紧去找工作，混什么上流社会？放开我，别碰我！记得消毒干净，我不穿带有细菌和穷酸味的衣服。放开我！你别碰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顾怀风，你真以为我永远都是你用来取悦别人的廉价笑话吗？想让我帮你订高档婚纱也不是不可以，但你总要给我付点定金什么的吧？哦，我忘记了，你穷的叮当响，要不就这个手镯来换吧？别了，这是他死去爸爸的唯一遗物，他们全家上下就这玩意儿值点钱。沈之意啊，你都要嫁给怀风哥了，这对婉婉姐是多不尊重。不如呢，把这镯子啊送给婉婉姐啊，全当赔罪了，不是吗？啊？你爸早死了，你留着贵气东西干嘛呀？婉婉，你想要的话，我让他们摘下来送给你。我不要。哎呀，婉姐不稀罕，那干脆我们让婉婉听个响，解解闷儿。放开我！不动！这不是你爸唯一的遗物吗？你怎么没跟我们拼命？不啊，我爸爸送我的东西都锁在保险柜里。这顾怀风之前送我的地摊货，尺寸太小了，戴上去就摘不下来了。我正愁怎么弄碎呢。顾怀风，我知道你今天是来看我笑话的，就为了让这个苏若婉高兴。你现在去婚纱店帮婉婉试一件礼服，记得拍照发给我，顺便呢再给自己做个婚纱。明天啊来酒店跟我结婚。果然和上一世说的一模一样，可惜我的恋爱脑已经痊愈了。他为什么不自己去试啊？以往他不都是巴不得跪舔我的？沈之意，你不按我说的做，你怎么证明你爱我爱的疯狂呢？可是我明天……婉婉说今天的菜不合心意。我马上去，你别废话，我给你转账。走。银行到账2万元。2万块钱。话说我明天和他结婚，确实得做件婚纱。算了，最后一次吧。哇，好美啊！这裙子简直是为你量身定做的，像是要去参加一场盛大的舞会。舞会？我连个舞伴都没有，早就不幻想这些了。要什么舞伴？姐，你就是女王，
自带的 BGM 到哪儿都是全场焦点。女王做了8年的舔狗，得到的只有一次次的戏耍，那未必不是好事，要感谢他放过。顾怀风，你就像天上的风筝，我一直追着你。可是风筝线已经断了，我也终于可以离场了。还凑合，就这件吧。等会儿我让司机过来拿。对了，你的婚纱别忘了做，但是不能比这件礼服更漂亮。明天你的风头不能盖过婉婉，不然她会更不高兴的，知道吗？在你的眼里和心里，永远只有他。婉婉，我让她试了礼服，看看效果。不用了，我眼睛也有洁癖。就是，我们婉婉披块麻布都是高定，某些人穿龙袍都不是皇后。是啊，都快30岁了，还那么热情帮人试衣服，要我看呢，就想出片儿。他离不开我罢了，他怕自己连这点卑微的用处都没了，会被我彻底抛了。还是我们怀风哥呀，共情能力强。既然这样，那不如就满足他喽。我一直以为你只是不爱我，以为能捂热你的心，现在才明白，你是以践踏我的真心为乐呀。我明天结婚。这边请。沈之意，也不知道好不好看。当然好看了。姐姐，你我郎才女貌，不如拍个婚纱照。你住手！你要娶，我要嫁，萍水相逢，别套近乎。我帮您包起来。哦，不用了，这件租金太贵了，我还是租便宜的吧。刚才那位先生已经为你买下来。顾怀风，我今天是来结婚的。婉婉这2天心情不好，我特地给她找个乐子。你怎么还演上瘾了？但不是和你。算了吧你，结婚狂一个，名声在圈子里早烂透了，也就怀风哥还怜悯你。沈之意，趁你还没到30岁，赶紧找个老实人接盘算了啊！让你吊着人家，害他恨嫁成这样，总得给个说法吧？我那是看他可怜。好，
既然你这么想跟我结婚，走，我们进去。沈之夜，怀风哥给你台阶下，当鼻子上脸了你还？我的新郎已经到了。谁呀？我？哎，你别胡说八道啊！你嘛，长相也过得去，身材也算火辣，老盯着顾怀峰那家伙干嘛？实在渴望男人的话，咱俩凑合凑合。袁绍，你这是恶狠了，连地上的泥巴都想啃两口。我那是喝多了，发错人了。李浩然，你长本事了！沈之夜，我让你删了，你自己偷偷留着威胁我是不是？啊，爱回味是吧？走进去，咱们现在就办酒。李浩然只是想捡你不要的东西玩玩而已，随他吧。也是，你的黑历史，浩然都清楚。既然他不嫌弃，愿意接盘，那你就将就吧。毕竟比找个普通牛马强吧。我是追了你8年，但始终洁身自好。你们一口一个接盘恨将，把脏水全泼我身上。来，亲一个。你个贱人，敢打我！你强制猥亵，我正当防卫。顾怀峰，我老公已经在里面等我了，但我的婚礼不欢迎垃圾，所以你们都可以滚了。我马上就来。沈之意，我等了你8年，终于等到这天了。沈之意，你现在不得了了，学会还手了是吧？我要去结婚了。急什么？我还没帮你从巴黎空运婚纱呢，穿这种破烂，在这种7星级酒店结婚，也不怕笑死个人呐！你们别在这跳梁小丑了，一群不识货的。这件婚纱明明是巴黎大师的手工作品，大师不喜欢繁复，只追求极致的剪裁和面料。这件衣服看似简单，但一件价值好几百万，租一次更是几十万。啊！沈之意，我让你租件普通的，你怎么租顶配？哼，暗戳戳的租了一件稀有装备，就是想压我们婉婉一头吧？就是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是不是偷偷刷怀峰哥的卡？你今天不说清楚，你别想走！婚纱店遇到好心人送我的。破产姐租婚纱遇到好心人，凭空送你一件价值100万的，短剧都不敢这么拍吧？你们把他的衣服给我撕了，我看这样他怎么跟婉婉比。顾少对婉姐真是专情，见不得任何人抢她风头。就是他哪来的钱？我敢打赌，要不是偷的，算我输。原来所有人都知道，我只是顾怀峰取悦苏若婉的道具，而我为了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，付出了前世1条命的代价。你今天要是不把婚纱给我脱下来，别想我娶你！给我脱了！
婉婉，你终于笑了。这几天你心情不好，担心死我了。看来养着它还是有点用的，至少能博你一笑，不然我早一脚把它给踹了。少夫人，这是你安排的啊？我可没答应你的求婚，他们这么称呼我，不合适吧？我安排了这个？少夫人，谢总让我们来接您。原来是一群乌合之众啊！我知道了，沈之夜，这其实是你找的临时演员吧？好啊你可真是豁得出去啊！哼，演技真差。原来你拿我给你的跑腿费去雇这些演员啊！你下次可别这样了，蚍蜉撼大树，可笑不自知。留在我身边，是你能得到最具性价比的工作了。顾怀峰，我不爱你了，性价比这么高，你另请高明吧。你要是到30岁还没结婚，我就娶你。好啊。我是答应过要娶你，可是你不还没到30吗？大不了以后我对你好一点呗。哎！我说真的，大不了以后啊，我少拿你当乐子，行了吧？别闹了，婉婉还等着呢。顾少，欢迎光临。参加婚礼，怎么空着手啊？我要结婚的，竟然是昨天婚纱店的好心人。原来是你啊！糟了，我没处理好顾怀峰，还把他卷进来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没想到会把你牵扯进来，还让你面对这些麻烦。沈之意，看来你是一点都不记得我了。谢飞尘，我当是谁？原来是小三的儿子。快来看呐，这就是他小三妈的照片儿。不准管！谢谢。沈之意，我以为你出人头地了。就算你想气我，也得找个靠谱的吧。他自身都难保呀。他自身都难保了。不是，已经谢家后来澄清了，当初谢总的母亲被一个喜欢谢老的心机女设计拆散了，还到处散播谣言诋毁。谢总，传说中的云境谢家。谢家找了这个儿子20年，一任回来，所有产业都交给他了。编，接着编。谢飞尘，我看你是为了赚钱来跑龙套的吧？哎，看破不说破啊！要我说啊，这叫假戏真做，真亦假。怀峰哥，看在咱们老同学的份上，就原谅他们吧。那得看沈之意认错的彻不彻底了。他已经帮我解围了2次，这次我一定要站在他面前。沈之意，趁我后悔之前，赶紧跟我走。
顾少，这里不欢迎你们。沈之夜，你的脑子怎么就这么不开化呢？就算你要攀高枝，也得做个背调吧。沈之夜，你挑选男人的眼光可真是不行。我爱嫁给谁就嫁给谁，轮不到你们在这指手画脚。你先是死心塌地的黏了我8年，现在又找个龙套。我说，你能不能别总在垃圾堆里找男人？你能不能别总在垃圾堆里找男人？顾少，我缺你3思呀。你侮辱我可以，但你不能侮辱我老婆。原来被人保护的感觉是这样。顾少，请回吧。哥，沈之意怎么支棱起来了？欲擒故纵，演给我看。我数3个数，如果你再不跟我走，你就会永远失去我。3、2。给。下午我师兄约了我去看电影，我先走了。不准去。我倒数3下，如果你不拒绝他，就永远别想再离远。3、2。喂，师兄，我下午要去打临时工。看吧，我就说他离不开我。我们去那边吧。我们去那边吧。他给你多少演出费？我出100倍，你现在立刻从我眼前消失。100倍？你连买汉堡都用了我的钱，你是怎么做到霸道又抠门的？哥，我们现在到底抢女的还是抢男的？我知道，你是怪我眼里只有酥肉丸，为了他耍你一次又一次。原来他明明知道还一直装瞎，就因为觉得我离不开他。这8年来，你连我一个吻都没得到，每天对着我流口水，但是也不至于找个龙套当我的代餐吧？我承认，我过去是对你有着不切实际的幻想。以后你的幻想我承包了。顾少，既然你要抢我的话，红包先拿出来吧。说来说去，你们不就是为了钱吗？沈之夜，只要你现在跟我走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正好这里有这么多人，我可以给你做个承诺，从今以后有人的时候你就走到我后面，没人的时候你可以走在我旁边。只要你现在跟我走，我可以给你顾氏5%的股份。哇，顾氏集团5%的股份，那不是一辈子都挣不到。从来没有人能让我做到这一步，我这是看在你忠心服务我这么多年的份上。这下他还不高兴疯了，立刻哭着扑过来。顾氏的股份很值钱吗？姐姐，买他家那堆垃圾股的都套牢好久了。哦，就像他一样，表面上看起来光鲜亮丽，实际上呀，早就已经不流通了。哦。贫贱夫妻百事哀，虽然你们现在过得不怎么样，但以后的日子一定会更煎熬的。
谢总，赠送新娘沈之意小姐的新婚礼物如下：云顶别墅区山顶庄园一座，哇！谢氏集团旗下传媒公司所有权，哇！谢老先生持有的谢氏家族基金10%永久受益权。嘿呀，任何一样都能将顾氏集团5%的股份碾压成粉末啊！哥，这场面好像不太对啊。立刻去查谢家这几年到底发生什么。你已经送了我婚纱了，这么多贵重的东西，我不能要。喊喊口号而已，唬他们呢。你愿意嫁给我，就是最好的礼物了。他为了让顾怀峰不再轻看我，特地安排了这些，还从来没有人这样毫不犹豫地维护我。哥，别生气，谁家真豪门给娇妻又送房子又送基金的？这男的肯定是他花钱找的演员。这人模狗样的男人，轮到我也轮不到沈之意啊！查到什么了？这果然是沈之意的手段。这不过就是当年那个师哥请他看电影的迭代升级。这些年，沈之意为了追我，什么手段没试过？这就叫曾经沧海难为水。他爱了咱们怀峰哥这么多年，怎么可能随便找个男人就嫁了？我就说嘛，正常男人不可能看上他沈之意。婉婉呢？婉婉说里面有一群戏精，自娱自乐，就不进来了。咱们婉婉可是有洁癖的真千金。好，知道了。等我结束这场闹剧，就马上带他回去。沈之意，你今天在我面前安排的这场闹剧我看了，0分，差评。不过我大人有大量，就不在这儿拆穿你。你的闹剧该结束了，这个场面已经不是你能控制得了的。顾总，你是不是路边的地摊文学看多了，脑子看坏了？那地摊文学有没有告诉你，我的手机里有你老婆的私密照？我的手机里有你老婆的私密照。沈之意，你把私密照发给我，除了勾引我，还可能是什么？这是你们用 AI 合成的。你觉得自己很会来事是吧？你一个小小的龙套也配动我？你算哪根葱？真以为自己穿了西装就是个人物了？哼，怕吧。喂，不好了，顾总，我们的股票被疯狂抛售，有匿名资本在大量吸纳我们的股份。快去查，谁干的？别查了，顾总，我已经收购了你垃圾公司51%的垃圾股。是谢飞尘，他是我们公司最大的股东了。谁让你参加我的婚礼不送红包的？这些垃圾股就当是他给我们补的份子钱。你赶紧让他把吃进去的股份给我吐出来。沈之意，你不是喜欢我吗？只要你让他们把吃进去的股份吐出来，你马上就能成为我的女朋友。你个老登，你给沈之意画的大饼早就发霉了吧？好痛！哎，哥，顾少，婉婉还在外面等你呢，别跟这群人一般见识。掉价！就是啊，公司要紧，咱们先回去看看情况。沈之意，你要是今天不跟我回去，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。站住！顾少，你送了这么丰厚的份子钱，不考虑拿点喜糖再走？
还好你没进去，里面乌烟瘴气的，你烟味过敏，进去肯定难受吧？没把你的小跟班找回来，他没机会了，就让他在原地等我一辈子吧。以前我只要稍微使个眼色，他就会忙不迭代的扑过来，现在我主动找他，竟然拉黑我。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。我就说这么玩，玩完姐肯定高兴。还挺可爱的。你说送我的礼物就是这个？受不了的话，别在这待着不就好？你要我滚呢？对不起，滚远了我就回不来了。没事，只要我放低姿态，他就感激涕零了。上车。我在干什么？来都来了，他不会真去了那个龙套家吧？果然，拉黑我不接电话，演这么一出，不就是为了逼我来找你？顾总，我们已经召集了亚洲最好的法务申诉这次股份收购程序违法、恶意侵占，绝对告到那个谢飞尘倾家荡产。小匹夫，跟我斗，你还嫩了点。沈之夜，你找那个龙套来气我，我承认，我生气了，我认输。你呀，什么时候可以让我意外一次？沈之夜，我在你家楼下吹了半个小时的冷风，赶紧给我换拖鞋，再准备热水，我要洗脚。你找谁呀？你是之前住这的女孩呢？之前哦，沈小姐啊，她结婚了，不租了。那她搬哪儿去了？大哥，人家都结婚了，不跟老公住，难道跟你住？你连她结婚都不知道，真认识她？不会是要债的吧？沈之夜，你给我出来！沈之夜，别喊了。他一共留下这些。你要我滚呢？对不起，滚远了我就回不来了。喜欢吗？不喜欢的话，那我可拿走了。这是你送我的第一个礼物，就是我的了。去哪我都要带着。所以说，是卖家发成了错版，怀风哥就顺手丢给沈之意了。还能怎么办？连赠品都算不上，总好过当垃圾扔掉强吧。他合租的说呀，他睡觉都要抱着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对于我而言，
过去的戏份都杀青了。我不喜欢那种太软了，我喜欢这种硬的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那他有没有跟你说别的什么？没有。他说他要拿的东西都拿走了，剩下的这些都是垃圾，可以丢掉。哦，还有，他漫不经心地说，终于可以摆脱他了，真开心啊！你说说，他到底摆脱谁啊？这些垃圾你还要吗？不要，我处理了。要。他一定欠你很多钱。沈之意，浪费我感情，结果不还是在赌？看我怎么好好教育你，让你知道拉黑我的代价。我说，谁允许你把他给扔了？这可是我特地给你挑选最丑萌的一个，全世界就这一个，你懂不懂？不过，看在你的确喜欢的份上，这次就算了。没想到你离开这丑东西就活不下去，这次我就勉为其难的原谅你好了。马上他就会像以前一样高兴地飞奔过来。大晚上的不吃饭，就为了这杯奶茶？搞不懂你们女生，饭可以不吃，这奶茶就是命根子。你不需要懂啊。吃这个。饭都不会吃，这辈子你要是没了我，你可怎么活？答应我，无论以后在不在我身边，你都要好好吃饭，好好爱自己，懂吗？伟大人越教他怎么离开我，也要爱自己。这傻妞越哭着说：“我不要你离开，我离不开你。”我好喝，还是奶茶好喝？沈之意，你放肆！沈之意，你放肆！神经病啊！顾总，这么巧啊，来见证我们的恩爱。沈之意，你长能耐了，大晚上喝奶茶，你不怕胖的连婚纱都穿不进去吗？喝奶茶关你什么事儿呀？自己爱的人爱喝什么，就让他喝什么，这点道理你都不懂啊？顾怀峰，你再也管不到我了。沈之意，大晚上喝奶茶对胃不好。以前我是怎么教你的？快过来，别跟他一起胡闹。烦不烦啊？啊？他想喝什么，需要你管吗？你怎么这么多话，连路人都觉得你烦？哎，顾总，你连自己的股份都管不好，还管不着他呀？顾怀峰，我再也不是你的玩具了。沈之意，谁允许你稀里糊涂的嫁给这种人了？现在过来，给我认错！滚开！你烦不烦呐？啊！跟你说话，你听不懂是不是？你给我放开他！谢飞尘，
你以为你赢了是吧？告诉你，沈之意永远是我的。顾少，别做梦了，醒醒吧。沈之意，最后一次，只要你现在认错，你今天做的所有事情，我全都可以记很久。你明明就离不开我，你为什么要假装独立？放开我！你这么做明明就是为了引起我的兴趣。你说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为什么？是警察吗？这里有个醉鬼，你说，寻衅滋事。你说，你说。喂，顾怀峰被抓去局子了。他被抓去局子，打我电话干嘛？找他庞大的律师团去啊！与我无关啊，我有不在场证明。你见过现代版的堂吉诃德吗？没听说过，睡吧。哎，姐姐，亲一个嘛。飞尘，虽然你又穷，出身又低，但是你能隔空把顾少送进警察局呢。沈之意，再不回来求怀峰哥我，你可要被踢出局了。婉婉已经答应我的求婚了。高岭之花终于肯下凡了。要我说啊，这征服苏女神，这不比给那舔狗扔飞盘，看他跑来跑去爽多了。没想到沈之意这个工具人，报废前还能用最后一次呢。啊！沈之意，你以为就你会结婚，就你会气人，我就不会吗？哎，要我说啊，给咱婉姐穿1个亿的婚纱，脖子上戴10条项链，让沈之意啊眼红去吧。就是啊，前任过得比我好，这种奇耻大辱，哪个女人能忍啊？是吧？哎，沈之意，他算哪门子前任呀？啊？你敢找个龙套演戏，我也可以，我们就比比谁的演技好。好在没带婉婉来，她最受不了烟味儿。婉婉，这下真的要恭喜你了。婉婉，这下真恭喜你了。等你当上顾太太，记得给我介绍真阔少。哼，哪门子阔太？顾怀峰他自己公司都快保不住了。上流社会资源多的是，翻身很容易的。随便，已经跟他妈签过婚前协议了，生了孩子做了亲子鉴定，才有财产分，否则净身出户。这么侮辱人，那我能怎么办？搞了半天，原来你也可以明码标价，那我就省事了。好在我爸还有点钱给我挥霍，说起来，这归功于沈之意呢。反正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不怕告诉你。你没录音吧？没有。哼，当年害沈之意一家破产，就是我家。沈之意他爸是独立会计，我爸公司是他的顾客。当年出事，我爸把做假账的责任全部推到他爸身上。后来你也知道了，他爸入狱，疾病复发，稍后就挂了。我爸威胁过他爸，要是敢把真相说出去，沈之意也活不了。哇，伯父真是杀伐果断。
不过婉婉，你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啊？那当然，因为提出拿沈之意命要挟的人就是我。现在你觉得到底谁更杀伐果断啊？婉姐，你必须是你。原来我就是个傻瓜。当年我们都还在上学，为什么你那么恨沈之意？你又不爱顾怀风。为什么？因为裙子？那不是因为你有洁癖吗？每次她穿完，顾少都千叮咛万嘱咐，要给裙子消毒的呀。那又怎么样？消10000次毒，那也是2手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就是嫌脏。裙子尚且如此，更何况男人。但你怎么知道顾怀风洁不洁呀？他跟沈之意是清白，不代表他不跟除了你以外的女人呢。所以我决定趁他这次向我求婚，见好就收。毕竟放眼望去，也就他这样的男人最好拿捏了。就这个理由，也不至于让他家破产吧？还让他背负那么多年的骂名。你要是敢泄露半个字，我有的是手段。我不敢，姐，这么多年你知道我对你忠心耿耿。乖，回头给你介绍阔少。好。顾少，3天3夜3更半夜，跳舞不会停歇。3天3夜3更半夜，跳舞不会。哎呀，嫂子，怎么来了？查岗啊？他看我的眼神和以前不一样了，难道刚才真的偷听到了？哎呀，掐了！嫂子，我哥呀，对您是真好。嘿嘿，之前那沈之意来了，熏得跟小鱼干似的。对，他只没成2手。看来这个蠢东西什么都不知道。真能演。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回头我问问我爸爸有没有办法。求我。从家族角度考虑，你应该跟沈之意尽快切割。婉婉找我有事，你自己下车走回去吧。你就算跟我哭闹，我也不会心软的。顾总，都准备好了，我们这次一定能整垮谢飞尘。先不管这个，所有律师资源，先做另一件事。顾总，我要苏若婉家在日落前破产。快结婚了，带你来买点东西。可惜没得沈之意那个跑腿的，要我们女神屈降尊贵，亲自来店里了。以往他都是顺道鄙视沈之意的，今天怎么这么深沉？反正我不会自己试穿的。装模作样。哟，大家凑齐了，今天简直是同学会呀！转个圈我看看。好看，这件也要了。这个大舔狗，什么时候用这种眼神看过他？果然，男人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。哼，嫁个龙套得意啥？婉姐，
她那条裙子如果穿在你身上，一定比她好看10000倍。好想现在就穿上，享受男人们讨好目光的本应是我才对。要不你也换一件，他一定立马就来舔你。我不是，脏死了！自己打造的人设，今天就是跪着也要演完。本来今天的心情还不错，现在很糟糕。哼，沈之意，每到这个时候，把火往你身上拱，都是最有效的。都怪这个沈之意，竟敢擅自结婚，还跑来这里碍眼，一顿穷显摆。少说2句，给我走。为什么？他以前从来不会帮着沈之意怼杨小璐，难道那天他其实还是听到了我说的话？自己挑一挑喜欢的，别被无关的人影响心情。我多心了，看来他就只是想讨好我，他还是那个围着我转的顾怀凤。苏若婉这样一惊一乍的，很爽吧？你好像胖了。都怪你，每天被你投喂，胡吃海塞的，当然胖了。我投喂你什么了？你说。流氓。唉，我每天按时交粮，任劳任怨，到头来还落不上一个好啊。你嫌我胖，那我不喝了，给。哥，你看，小跟班和小龙套打情骂俏，穷酸的爱情啊，就这么朴实无华。这就是底层的生活，一杯奶茶还有2个人分着喝。唉，现在不是时候。等我收拾了这个捞女，知意一定会回到我身边。来得好，沈之意这个道具啊，还能用最后一次。不要乱来。放心，我懂，我呀一定帮你扳回一局。放心，不会给你添乱啊。沈之意，你以为就你会结婚啊？你看我们婉姐，你再看我们怀风哥，天造地设。哎，看见了吗？好好看看啊！桂圆，桂圆，那个，把你们这儿啊1亿以上的婚纱都给我们拿出来，1亿以下的不配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我们这里没有那么贵的婚纱。9000万的也行？也没有。那就把你们这儿最贵的都拿出来。好的，稍等。回来。还有那个钻石项链，先来个1000条，让婉姐自己选。够了。哎呀，哥，你信我，你看呢？看看。你们就不用嘲讽我了，我可不是吃软饭的，卡已经给老婆管了。你也是真好意思啊，校友结婚你也不随个份子钱。走。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哎呀，哥，使不得，这节骨眼上你不能先低头。闭嘴！这不是哥你自己说的吗？越宠婉姐，沈之意就越会回来。我让你闭嘴，你耳朵聋了吗？顾怀风，恭喜啊！红包我会安排，我们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顾少，既然要结婚了，那就收收心吧。沈之意，
你在这娇柔造作、欲擒故纵给谁看呢？就是路边的狗都知道他多爱婉婉。什么时候开始，人人围着你转了？你要是再让他在这里唧唧歪歪的话，我就让你们每个人脸上都贴一个。他说的对，我矫揉造作、欲擒故纵是个烂人。顾少，请你去追寻更美好的人吧。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对不起。顾怀峰，你在这矫揉造作、欲擒故纵给谁看呢？你以为我是感动？我流眼泪是因为我后悔，后悔我为什么不早一点离开你这个王八蛋。对不起，你对不起我什么了？那么多年了，你们就像幸福的一家四口，看着我这个猴子演了8年的猴戏。我是你跟班的跟班，司机的司机，是你们证明自己高贵时脚下最现成的垫脚石。当年那个被你耍得团团转的沈之一已经死了，现在的我是另一个我。我说的都是实话，只是你们想象不到而已。沈之意，我说句公道话，顾怀峰确实没有逼你留在他身边。怀峰，你根本没必要对他愧疚。你的女神终于偏袒你了，以我对你的了解，你还不乐上天？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你是为哪件事？是因为我答应了你，却没有帮你爸爸。顾怀峰，你当初并没有答应我什么。那个时候，你自保是正常的选择，不必强行给我俩找羁绊。求我？求求你，求求你救救我爸爸！从家族角度考虑，你应该跟沈之意尽快切割。下车。婉婉找我有事，你自己下车走回去吧。是，那个时候我爸爸被带走，你上一秒说着要帮我，下一秒就去陪苏若婉挑礼服，让我一个人走了10公里的路。在我的至暗时刻把我踩在脚底。这8年来，沈之意就是一个彻底的窝囊废，我都承认。但你我终究只是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，而现在我们两清了。我们永远都不会两清。你爸爸是被人陷害的。他是被冤枉的。谁干的？他果然知道了，他到底偷听到了多少？我那天在酒吧听到你很多对此事的高见，要不你现场还原一下？他在胡说。我没有。那只是我酒喝多了而已。你不是千杯不醉吗？当时我在和杨小璐排练话剧。好啊，那你展示一下。你没有证据。把你送进监狱才需要证据，而让你身败名裂只需要……我高兴。哥，你没事吧？她可是苏若婉，你的女神未婚妻啊。虽然咱们这次恶心不到沈之夜，下次再整嘛。
小两口吵架不要翻脸了，哄哄就好了。是不是你说的？我没有，我真没有。要不，我们请杨小璐女士来帮我们回忆一下。我什么都不知道。爸爸的事我会查清楚，现在不要听信他们任何一个说的话啊。苏若婉，你平时对顾少态度是有问题，太傲娇了，要是得罪了他，赶紧道歉啊。好啊，既然到了这个份上，我要承认一件事。在沈之意婚礼的前一天晚上，我和他在这家店外见过面。你们见过面？我和苏若婉确实见过面。原来是这样，就是因为你跟他说了什么，他才会和谢飞尘结婚。我没有。嫁给我老公是我这辈子最正确的选择。威逼胁迫他离开我的人，原来是你。我没有。顾怀峰，嫁给谢飞尘是我提的，别再自欺欺人胡乱攀咬了。就是你，如果不是因为你，他怎么会抛下我去找那个虚张声势的骗子？哼，所以所有人都是错的，就你正确，对吗？你到底说不说？别怪我不念旧情。那晚我只是帮你拿礼服的时候，碰巧遇到他路过。你究竟说不说？我和他是碰巧遇到，然后聊了两句。聊的什么？不要说。顾怀峰，你够了！享受了我8年的爱和崇拜，你挥火践踏他的时候珍惜过1秒吗？我由着你胡闹包容你所有的小脾气，难道这还不算是偏爱吗？现在我清醒了，离开了，你倒在这装起来情深似海，被人横刀夺爱的戏码了，少恶心了！不要仗着我对你的偏爱在这里有恃无恐！你这个颠倒是非、沉浸式犯贱的渣男！顾怀峰、苏若婉，我会一件一件的查清楚我爸爸的真相，到时候我会连本带利的一个个讨回来。顾少，你要是再敢动我老婆一下，下次见到可就不只是警察局了。走走走。他们都可以走，但你不能跑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跑了也会回来求我，不如老老实实待在这儿。我们今天是来买东西的，继续吗？我今天心情不好，突然不想买。你要是不买，就别想和我结婚。到底是我求你结婚，还是你求我结婚啊？我求你。和你结婚是什么稀罕事吗？追我的人从这里排到南极，你能娶我，是你顾怀峰祖坟冒青烟修来的恩德，懂吗？苏若婉家已经破产了，所有银行账户已经冻结。那我真的很荣幸啊。哼，那就好。这一排的这一件不要，其他的包起来。又不用你的钱，钱我有的是。啊，可能是卡消磁了吧。苏若婉，我真没想到我们两个会有今天。彼此彼此。以前只要你一个眼神，我就会刷卡买单。现在想想，我对你那么积极，大多数时候都是给那个傻瓜看的。那你还真是有心了。
需要我帮忙吗？你到底要我做什么？沈之意结婚前那一晚，到底跟他说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说，反倒是他说了一句和你有关的，想知道的话，买单吧。那双高跟鞋包起来。好的。现在立刻让他穿上。抱歉，我有洁癖，穿不了。结婚前一晚，你到底对沈之意说了什么？你想知道？我不想说。因为什么？我不高兴。大小姐不好了，公司撑不住了，苏家要破产了。什么？你说不清楚，我给我爸打电话。怎么打不通啊？这么多年，你和你爸靠踩着傻瓜父亲的尸体享受了这么多年，也该偿还了吧？我爸朋友多的是，我勾勾手指，我的朋友们都抢着帮我摆平。好啊，那你就让你的舔狗们送你回家吧。这种地方你要丢下我？我和你的戏演完了。什么意思？我结束了。当初可是你求我结婚，你为了我把沈之意像狗一样耍了8年，现在你说结束就结束？你如果不提沈之意的话，我还可以给你保留最后一丝体面。我们可是有婚前协议的，这么早你就想耍赖？我高兴。那这婚就别结了，我求之不得。苏若婉，我警告你，抱紧顾怀峰的大腿，把你那个目中无人、不知死活的大小姐脾气给我收起来。爸，我有洁癖，你知道的，你让我抱他大腿。要是胆敢破坏顾少的联姻，我就打死你这个没有用的小女孩。苏家已经全完了，你听见没有？求我，我或许可以考虑帮你一把。我从不求人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7年前，沈之意父亲被抓的当天晚上，就是在这里。因为你的煽动，我放弃了帮他，让他独自走了10公里回家。是吗？我建议你2句，你就不帮他了。那我建议你去死，你去不去啊？我要让你也走10公里。原来你花了几百万，就是为了他报复我。怎么，顾怀峰，你爱上他了？他本就是我的人，我只是肃清家门罢了。顾怀峰，你的原话我送给你：蚍蜉撼大树，可笑不自知。你的人怎么就嫁给别人了？好可惜啊！下车！神经病！等等，怎么现在知道怕了？求我也不理你啊！想要的话，自己来我办公室。你就算跟我哭闹，我也不会心软。
送你一样东西。顾怀峰，谢谢你送的礼物。这么大的乌龙，他都没看出来。蠢是蠢了点，反正不管发生什么，他的眼里只有我。沈之夜，你智商不多，笑料的还不少。顾少送女孩子的礼物，价格就没有低于6位数的。沈之夜，看看你的。怎么会有人拿这么丑的龙当礼物啊？顾总，车备好了。怀峰，我求你了，怀峰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已经在这等了你好几天了，不要再做伤害苏家的事了，好不好？我求你了。你想通了，对不对？你原谅我了，我们还可以结婚。我也可以去跟沈之夜解释清楚，也可以把所有的错都推到我身上。哎，开窗！撵过去。顾怀峰，你不是想知道沈之夜结婚前一天晚上对我说了什么吗？喂，顾少，出来兜风啊！哎，怎么一个人不孤单呢？会不会叔叔，人家不是有司机吗？哎，我叫一学渣，还是我老婆聪明又漂亮又会数数。你一个技师，在我面前也好意思一口一个老婆？你什么时候成我前任了？在你心里，你不是一直都这么认为的吗？大清都亡了，前夫哥，我现在可是有证驾驶啊！你呢？不会连过期的驾驶证都没有吧？哎呀，我没说错呀。他如果有驾驶证的话，他为什么不自己开车呢？他呀，就是不行。别流氓了，快走，绿灯了。下来。听说你明天结婚？那还真是恭喜你啊！不过是顾怀峰又一次为了哄我开心，生你一块骨头罢了。你还真往嘴里叼。谢谢你啊。明天过后我就要去度假了，可能不会再回来了。那要是他再找你呢？如果他来找我，你就这样告诉他。顾怀峰，你不是想知道沈之夜结婚前一天晚上对我说了什么吗？说吧。说什么？沈之夜那天到底给你说了什么？只要知道他说了什么，解开他的心结，他一定会回到我的身边。顾少什么都不想付出，就想让我说。你觉得你还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吗？我没那么脆弱。都跟你说了，就算你跑了，你也会回来求我。我说，他说的是顾怀峰。如果他来找你，你就这样告诉他：顾怀峰，
如果有来世，我一定不会再看你一眼。苏若婉这个女人，要我说啊，这婚不结也罢啊。唉，虽然呢请帖都发了，但他家有错，不把彩礼追回来，顾少已是仁至义尽了。你们俩懂什么呀？哥今天说了，婚约不变啊，那就说明啊，人有自己的打算。大家随意。他下凡了。谢飞尘好像就在隔壁，这要是撞上谢飞尘，所以当年害夫人一家的罪魁祸首就是苏若婉和她父亲。但就在上周，苏若婉一家已经破产了。顾怀峰干的？是。女士，你不能进去。我这有一个你一定感兴趣的话题，找机会聊聊。聊聊。行，现在说吧。我要让顾怀峰公司破产，身败名裂，众叛亲离，重病缠身，最后穷的只剩一条命，跪在街边要饭。抱歉啊，我这儿庙小，装不下你这么多愿望。一个字，我要他死。为什么呢？你们不是马上要结婚了吗？为什么？为了讨好他，我爸打的。他公司的股份不是早就被你收购了吗？我为什么要抱一个丧家之犬的大腿？你说的也有道理。看来谢少愿意，就是这路子有点野，不知谢少愿不愿意？我呀，向来走的都是野路子。干什么？你现在就跟他离婚？你以为你还可以对我下圣旨吗？只要你回到我身边，我保证，我的眼里、心里、手机里、配偶栏里都只会是你。这世上傻子有很多，快去找下一个吧。我们永远都不会两清的。夫人，您回来了。刚才苏若婉来过，想跟我合作整死顾怀峰。他跟我说，其实我更希望确认一件事，我真的希望他一无所有。他顺境逆境，疾病健康，贫穷富有，对我来说无关痛痒啊。这就是传说中的人工智能吗？这是给你独一份的宠爱。是人工，不过不是智能，是智障。他真的会在我30岁的时候跟我结婚吗？这男的真是个渣男。即使现在，他也只是把我当做一个叛逃玩偶的无能狂怒，并不是真的在意我。姐姐，你看我这么卖力，要不然你奖励奖励我？不要，公共场合，你想什么呢？
你推我，我疼；要不然，你喂我口酒，我就不疼了。不要。那我喂你。好了，你坐这休息，我去给你买。谢谢。老公，谢飞尘，你别瞎起哄了，我早就忘记他了。我不会让你忘记我的。他妈的，顾怀芳，你有完没完？好啦，我最爱你了，可以了吗？我就知道你最爱的人是我。谢飞尘，你奶茶买好了吗？我们走吧。谢飞尘，好啊，跟我斗。谢飞尘，顾怀芳，你够了！我以前买杯奶茶都要被你 PUA， 你在装什么神情？我也要一杯。小哥不好意思，现在单有点多，你要等一会儿。我现在就要。再做了，再做了。快看，那个熊要喝奶茶。我要等多久啊？1个小时吧。那你现在打烊。小哥别闹了，大家都出来打工的，都不容易，别添乱啊。支付宝到账100万元。哦，你的摊子我买了，你以后只给我做奶茶。好。熊哥，你看看我。迟疑，你以后爱喝多少奶茶喝多少奶茶，我再也不干涉你。熊少，这个奶茶摊就是我名下的，你注资似乎用错了地方。刚才我已经把这个商业街买下了，现在它是我的。跟我玩现金流，你还不配。迟疑，以后你爱喝多少奶茶喝多少奶茶，你的奶茶我全包了。你连亲他一下都挨耳光，就算让他在奶茶里洗澡，又有什么用呢？你这个不要脸的小三！到底你是小三还是我是小三？熊哥，你起来，熊哥！只要你把它还给我，要什么尽管开口。你还有什么？说来听听。哪怕你就是要欧洲小国的王位，我也可以给你弄来。谢谢熊总，但是云京谢家不缺王位。我有全亚洲最强的律师团队，等你打离婚官司的时候，一定帮得上忙。我老婆不可能和我离婚。是吗？那就在我的婚礼上见分晓吧。我拭目以待。他们婚礼和前世羞辱我的那个场景布置的一模一样。顾怀芳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这可是云顶酒店最高的云顶宴会厅，全市独一份的。能在这里办婚礼，全城也找不出几家吧。顾少选这里，足以见得他对新娘的心意呀。不像某些丑小鸭，恐怕连边儿都够不到吧。我说过，我们永远都不会两强。下个月，云顶酒店的云顶宴会厅，我有份大礼送给你。我不会去的。跟你爸爸有关。过了今天，他就会知道我的心意。
哎呦，这不是玩具熊吗？顾少真会玩，还安排了气氛组。新娘在哪里啊？她就是新娘。我能挑件自己喜欢的婚纱吗？想和我结婚，就按我的要求做。你当我苏若婉是什么？一个父亲卖给我的战利品。这气氛组掐鸡腿呀！新娘，寓意深刻，新郎新娘共患难嘛。潜意识我就是这样，穿着婚纱摔在他面前，被所有人嘲笑羞辱。没想到这一世竟然易主了。之意，只要能让你高兴，我无论付出什么都可以。苏若婉，从此跟着我这么一个好拿捏的舔狗，希望你在凡间能住得惯。沈之意，救救我！当年是我家害死的你爸，我知道错了。顾怀峰，他无论如何犯法犯罪，自会有法律审判他。你没有必要用这种方式当众羞辱他。那岂不是太便宜他了？你就这么爱表演性赎罪？你好歹是个体面人，这种场合给大家留点脸面吧。每次我心软想对你好的时候，他总会适时的出来搅局。对这种女人，给她脸面是纵容，给她机会是造孽。走，进去，咱们现在就办酒。李浩然只是捡你不要的东西玩玩而已，随他吧。沈之意，我说句公道话，顾怀峰确实没有逼你留在他身边。怀峰，你根本没必要对他感到愧疚。我要你用余生，向沈之意造成的每一次伤害慢慢偿还。顾怀峰，原来你都知道是他挑拨，你还配合他踩我，自欺欺人的大渣男，说的就是你！听到了吗？之意生气了，从此我让你活着，生不如死。你折腾我有什么用啊？你就算把我碾成灰，得不到的你一样求不得。无所谓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是夫妻。往后余生，我会给你无尽的风雪。我和你这种渣男贱女，就锁死好了。哼，你以为我和沈之意一样，会乖乖做你的提线木偶，任你摆布到死吗？所以那天在酒吧，你找谢飞尘是去抱他大腿？对啊，你输得一败涂地，公司和女人都被他抢走，我跟着你有什么前途？我为什么不能自寻出路？你觉得我是一条丧家犬？不，我是丧家犬，但你比丧家犬都不如。你以为我和沈之意一样蠢？你要害我，我不知道躲吗？你每天哭天喊地，每个晚上被我用完之后，跪在我床边忏悔到天亮，是演给我看的。当然了，我可是你跪舔了8年的女神，没点演技怎么对得起这个头衔？我今天叫你过来，就是为了给你这个当年他父亲陷害你父亲的证据。我知道你这辈子都不会回到我身边了，这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事。东西呢？熊总，你要的证据
是这个吗？这是顾怀峰的律师团队收集的全部我爸害沈之意的证据，但是这个功我不想让他拿。你狠起心来，连自己亲爹都出卖呀！他把我打成这样，他不仁我不义，这就叫虎父无犬女。开个价吧。我要1个亿。抱歉啊，我只能给你1000万。你老丈人的冤屈就值这点啊？你误会了，不是因为这个。他顾怀峰能搞到的东西，我不可能搞不到。黑白两道，我认识的人多的是，而且搞到这个东西，应该只要花100万。我给你1000万，是因为我不想看到那个碍眼的家伙在我老婆面前嘚瑟而已。你可要想清楚，毕竟过了我这个小龙套的村，你可就找不到大舔狗的店了。归你了，1000万。你也算是我在对抗父权和夫权道路上的一块里程碑了。如果你没那么精致又利己的话，或许我还挺佩服你的。但是你要配合我，在婚礼上，我要让顾怀峰身败名裂。区1000万，你可以为了这1000万就背叛我？区，你公司早就破产了，市值就剩几分钱了，1000万够买1万个你公司了。之前送你那么多礼物，从来都没有价值低于6位数，你都看不上。那是以前，你现在不是破产了吗？所以你现在觉得我落魄了，拿这1000万就想跑？1000万对你来说可能算不了什么，但是我破产了，1000万就是我的安眠药。我爸打断我腿的时候你在哪儿？你口口声声说喜欢我8年，你共情我哪怕1分钟吗？不过我有手有脚有学历，我还活着，有了这1000万，我就可以在国外重新开始。苏若婉，你这个加害者什么时候变成受害者了？你当初和他一起羞辱我的时候，怎么没见你这么自立自强？苏若婉，你也知道家里破产这么惨，还带头欺负沈之一这么多年，真是又当又立。是啊，婉姐，这不都是你自找的吗？你不厚道，背叛了自己的父亲，还有未婚夫，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为了自保。行，你厉害，还威胁杨小璐。哎呦，口口声声说自己独立女性，这8年来了，我也没见你 girls help girls 啊！我一个大老爷们都看不下去了。哼，这种人，嘴里全是主意，脑子里全是生意。差点忘了，我们今天是来结婚的，看看我为你准备了什么礼物。好看吗？哇，那不是拍卖行的压轴《风之眼泪》吗？我爸让我送你的，价值500万。价值500万的风中之泪就这样被毁了？这是欧洲皇室流出的王后王冠，价值700万，很罕见吧？我叔叔送给我新娘的。价值1200万。还有，不要
要再忍了，我求你不要！我奶奶是东南亚的皇室继承人，我姑姑南美守护，无儿无女，他们的遗产本来就去世打算留给我，他们知道我结婚，特地给新娘准备的。我错了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们继续结婚好不好？公司只是我家产业中芝麻大的一点儿，你竟然为了一个小小的公司，就觉得我山穷水尽了？苏若婉，我说你鼠目寸光都是高看你了，你根本不配入我的眼。我知道错了，我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做梦！1000万，区1000万就能让你背叛我，我竟然为了你，从而丢弃我最珍贵的人。你够了，顾怀风！你根本就是在他面前装深情罢了。是，我知道，他永远都不会回来了。所以我很认真的考虑过，既然你这么爱钱，那我就给你钱。可惜我把盘子端到你面前，筷子递到你手上，你端都端不完。我永远不会像那个蠢货一样被你控制。说的，那这个你偷我证据，我偷你支票，很公平。你把它还给我！这是你留在凡间最后的力气，如果我把它毁了，你会怎么样？不要！我说了不要！我已经帮你把她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处理好了，祝你以后一生顺遂。之意他早就已经知道了全部真相，就算没有你，他也可以让他们罪有应得。你连欠我一个人情都不愿意欠着吗？是，顾怀风，我早就说过，我们两清了。走吧。啊！妈妈，你不让我喝奶茶，原来你自己偷偷喝。你妈妈想喝，就让她喝吧。小坏蛋，敢管妈妈了？走吧。刚才那个人看起来有点眼熟，谁呀？一个伟大的龙套吧。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以后让他少喝奶茶。